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课程。那么今天这节课啊，我们继续上一节课的内容啊，把刘奎林的这支松柏双鹿啊给它完成。那么这幅作品不知道是不是他他不是有动物多少条屏？18条屏吧，好像是16条屏还是18条屏啊？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边的。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完成了这两只鹿的一个造型啊，以及设色，基本上完成了70%-80%啊。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先把这个背景啊，先给它画好，把背景给它铺上，铺满之后，然后根据最终呈现的效果，我们再来把鹿需要加深的地方啊，需要细致刻画的地方，再把这个主角再给它画一画，好吧？这样呢，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度啊，它是能够跟得上的啊，也是符合咱们这个画画的一个正常的程序。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底下的这个叶子啊，底下的这个叶子呢，给它画一画。我们先把叶子画一下，然后啊，再上去画那个树啊，把这个柏树给它画好，然后再来染色，最后我们再来画这个鹿。所以画的时候一定要计划好这个程序啊，这个步骤也很重要啊。那么老师呢，有时候是为了节约时间啊，节省时间呢，所以有时候画了正好，比如说上一节课啊，画完这个鹿起完形，点好胶盘水，然后画一个树啊，等它干了之后再来染，对不对？这样呢比较节省时间一些。所以大家时间比较紧张的同学呢，没有太多的画画时间的同学，你也要合理的啊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绘画的一个步骤程序啊。先在脑海里边规划一下啊，一步一步怎么画更节省时间。首先我们用一个朱标或者朱砂的颜色啊，来画这个叶片，把叶片画一画，然后把这个树枝啊给它穿一穿。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用写意的手法啊，画的简单一些，不需要画的太详细。那么它这个呢是画的比较工细的啊，一种工笔式的这种感觉。我们呢是采取这种比较偏写意的方法啊，来点朱标。这个纸没有小黄车啊，没有链接。老师用的这个纸就是红星的纸，红星的宣纸，所以没有链接啊，没上。朱标啊，笔尖呢再来一点曙红啊或者胭脂这样的颜色，把层次给它加一加，对吧？再来一点，没关系啊，还没开始啊，没迟到啊。稍微进行一些遮挡啊，我们先从上面来啊，上面这块呢稍微有一个遮挡，对吧？它这一块有好多这种小的叶片啊，还有，那么这个叶片它的一个是形状啊，形状呢是不大规则啊。当然，我们画写意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它啊，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样。主要是有这么一个叶片啊，在这儿就可以。有些地方再加一点重色啊，加一点重色，把这个层次给它表现出来。小腿这儿啊，好像画低了一点啊，应该画高一点。其实这一块呢，其实加不加的也不是特别重要。
加的时候尽量啊不要破坏这个路啊，尽量不要破坏这个路。如果你感觉会破坏这个路的话啊，就宁可不加，就看你自己的画面这一块的空档啊大不大。如果不是特别大了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加，因为每个人画的可能不大一样啊，画的最终的呈现效果啊不大一样。新来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啊，加一个关注。呀，外面开始放烟花了啊！这个过节的气氛一下又有了。最近一直很安静啊，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这种过节的这种气氛，没有感受到啊，不然也不会今天直播了。好，再把这个枝干啊给它穿插一下。枝干的穿插，它是先蘸了一些淡墨啊，蘸了一点赭石啊，然后笔尖呢调了一点墨，对吧？你可以从这个深的地方开始啊，从枝子的顶端，因为它颜色会比较重一些，从这儿的地方开始。不需要双钩啊，不需要双钩，单笔下来，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如果是有这种凹凸不平啊，或者是有明显的这种起伏啊，你再来稍微的给它加一个小边儿啊，加一个小边儿，来表现它的一个粗度即可。像这样的啊。简单的处理一下啊，不要画的太复杂。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块呢，咱们就先这样啊，先到这儿啊，不用画的太复杂了。咱们下面呢，再把上面啊，把上面这个松柏给它画一画啊，把松柏画一画。今天最好准备一个吹风机啊，我是准备了一个吹风机。因为通常画这样啊，要染这个大面积背景的时候啊，最好是有一个吹风机。
那么这种柏树的叶子，它是比较琐碎啊，特别的琐碎。这种小叶呢，哎，不需要画太多啊，不需要一根一根的画。那么像它刘奎玲这种呢，处理的手法太麻烦了，它是画的比较细的啊，它有一点像画这个宋代一些山水画的这种，它有这个严谨的态度。特别的严谨啊，所以我们把它画成一幅写意的作品啊，不需要太过于强调这个啊。我们先把这个枝子给它画出来啊，这个枝，你看看这个枝子呢，基本上这个上面其实上面还有一大截，我给它截掉了，我没有全部给它留出来，因为实在是太长了上方啊，它这个感觉说6尺调平啊，感觉都少了。那么松柏啊，注意它的一种交叉变化啊，它是有一些回环的感觉啊，回环枝的感觉，它里边啊。这些画的时候可以随意一些，因为我们回头要用这个叶片啊，这种密密麻麻的叶片啊，给它包裹进去。好，底下稍微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长度，它应该是往外边来了啊，稍微往外边来一点。哎，注意这个组织，有一点类似于鹿角啊，鹿角的这种组织方式。有些地方实一点，有些地方虚一些啊，虚一些。好，哎，大家元宵节快乐啊！闲云贺来也来了，没关系啊，来的正好，稍晚了一点点，没事儿。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支大毛笔啊，一支大毛笔，用一支大毛笔啊来点这些叶子。那么还记不记得咱们技法课里边啊那个案例里边那个松柏啊是怎么画的吗？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画这个松柏的叶子啊。那么那个松柏啊，它的一个叶片呢，颜色变化是比较丰富啊，基本上有3个颜色，一个是墨色，一个是花青啊，一个是呢这个赭石，对不对？那么这个松柏啊，它主要是以墨为主了啊，少了很多的颜色变化。把这个碟子啊清一清啊，搅和搅和，哎，把毛笔你看看啊，我这支毛笔，这是一支垂云大号的啊，大号的垂云笔，搅和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开始啊，先把这一块啊，我们先从外边这一块来，哎，你看看它是这种散封的状态啊。然后点的时候，哎，可以从外边往里边，也可以从里边呢这样往外边，稍微带一点角度啊，带一点角度。比较密集啊，像打一个小对勾一样啊，像打一个对勾的感觉一样。
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个啊，它通常啊，像这种密密麻麻的地方啊，它是比较虽然比较实啊，整体墨色比较重，其实相对来说它也是在里边是一个笼统的感觉啊，所以呢，也可以看起来是比较虚的一面，对吧？那么在一些边缘的地方，回头我们再用小毛笔仔细的画几片啊，就会很好看了。就像我们画竹叶子啊，画竹叶的时候，通常那一片竹林啊，那一片竹叶中间那一片都会比较多、比较密，对吧？我们也不是特别在意它的一些组织和形象。那么通常到了旁梢啊，比如说左边的旁梢、右边的旁梢、上边的顶梢，对吧？像这样的地方之后，我们稍微给它画清晰一点，那么它的整个的感觉啊又回来了。所以像处理啊这种大面积的，类似于这样的叶片比较琐碎的东西，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来啊，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微露一点这个小枝子啊，枝枝杈杈的地方啊，稍微给它露一点，回头再颜色一染。现在感觉是不是有点眼花的感觉啊？因为它都是同方向啊，一种重复的。好，可以稍微快一点啊，可以稍微快一点。那么之前咱们课上老师也是这么教大家画这个松柏的，对吧？之前那个梅花鹿的课上啊。就不断的这么加啊，往注意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布。再来点墨汁。墨骨画竹子好不好画？哎呀，墨骨画竹子也还可以啊，没有什么好不好画啊，画出来也很漂亮。很高级啊，画出来很高级。我之前画过一幅这个墨骨的这种墨竹啊，墨竹，用墨来画的，类似于写生的啊，其实类似于写生的一幅作品，画出来比较高级的。好，看它旁边这边其实都是这个小树啊，我们不要画了，我们先把这片的叶片啊，这个，毛笔一定是散锋啊，一定要散锋的一个状态啊，你不要太闷，你看里边都是透着气的啊，透着气的。这样我们需要加重的地方，我们可以后期再加重啊；不需要的地方呢，我们稍稍一染色啊，稍微一染色，它也不会特别闷啊，特别死板。啊，怎么还能发语音吗？头一次上课，这个不是一直在示范了吗？还需要单独再示范一下吗？啊，它其实就是这种，这个有位画家，这个叫什么？
木犀啊，木犀，宋代的一位画家嘛，画那个6个柿子，6个小柿饼的那个，记不记得啦？是吧？他画的那个这个柏松叶啊、柏叶呢，都是这样画的嘛，就是这样。他有时候拿那个甘蔗汁啊，我们吃的那个甘蔗，那个，对，木樨甘蔗那个渣啊，不是甘蔗汁，甘蔗的那个渣，拿那个渣蘸墨啊，比如说团一团，然后捆一下，蘸着这个墨，然后夸，就这么点，知道吧？还有比如说张大千，我去张大千的那个故居啊，我去看过一回，我看过他里边的毛笔啊，它里边有那种竹子削的啊，削的特别细的那种，像有时候我们刷锅用的那个东西似的那种感觉啊，它削的特别细，用那个捆绑在一块儿啊，他通常画一些，有时候他不也喜欢画一些山水呀，这些东西啊。那个也是可以画这种效果啊，类似于这种效果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啊，害怕。你看，那其实就是散封啊。首先第一点，你要把毛笔呢散封啊，干一点没关系啊，不要太湿了。湿了的话呢，它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它会阴啊。然后，你看有层次的一个叠加，底下的比较淡一些，有的些地方需要加重一点，我又用了一点点比较浓一点的墨。啊，有一个破墨，有一个叠加，就是这样啊，很放松、很随意的这么画。如果是按照原画那么去画，原画是怎么画的呀？原画的是像咱们之前画柳叶的那种感觉啊。原画是像咱们之前画那个鸳鸯那一张那种小的那种柳叶的这种感觉啊，基本上是3个一组，对吧？很细密的啊，很细，这么去点。那么其实我们边缘可以这样处理一下啊，边缘呢，因为边缘的地方比较清晰的地方，我们是可以这样处理的。那么这样的话啊，整个里边是朦胧的啊，混沌的一片啊，边缘呢，哎，我们看起来比较清晰，比较漂亮，对吧？需要啊亮相的地方。那么像这样的地方，我稍微给它加几笔，对吧？加几笔啊，稍微让它有一点这个形啊，有点形。那么里边呢又是很混沌的这种状态。所以啊，虚虚实实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只要是边缘的地方，我们稍微给它补几笔就可以了啊，稍微补几笔。哎，你看这边呢，它有一点像这个风烛啊，风烛的时候它是反着劲儿的啊，别着劲儿的这样画，是吧？反过来，有点这个味道啊。再到这个下面边缘的地方，也稍微的给它强调一下啊，给它清晰一点，亮个相，摆个姿势啊，姿势摆漂亮一点，对吧？所以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说的用一句话怎么说？这就是个面子工程啊，里边呢你不需要太在意。外边啊给它整好看一点，明白吧？像这样的啊，都是
也不需要说每个地方都画到啊，有时轻轻的来一点。这是应该是一棵柏树啊，一棵柏树。柏树那个小叶一点一点的嘛，这个又不像松树，松树呢那个针比较长，它那个针比较短，然后又多又密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柏树。像这样的地方稍微添加一下啊，添加几笔就可以了啊，也不需要添太多，是吧？比较有户外户外的这种感觉。不够的地方可以继续再用这个散锋破笔啊，再来点啊，继续加，加到够了为止，加到够了为止。有些地方啊，可以甚至啊，可以在这些小枝丫呀，可以进行一些添加，在空的地方。哎，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这么一种状态，这样比较快速啊，比较快速。否则你要一根一根的画，那累死了，累死了。它旁边的这个小树下方啊，这边还有叶子啊，这后面啊还有远树啊，这种远树呢处理的就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不需要处理太复杂啊。我们把这一片的这个也给它点上，也给它点上。散锋破笔，所以有时候为了出现一些这个，不同寻常的效果，用到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啊，用到的工具也很多，也不一定完全就是毛笔啊。你想从宋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好像是南宋啊，南宋，人家就开始这个在工具上啊就已经有这种突破了啊，有这种创意了。这个和尚木樨啊，对吧？他就已经有了这种思维了。然后把这个背景两棵树啊，这几棵松树，这边有2棵，这应该也是柏树啊。这边有2棵啊，然后这个地方有1棵藏在后边，这个后面沿着这个树干啊，这个树干旁边呢又密密麻麻的又衬了几棵啊，它就是有高有低，这边有一低的啊，这后面有个高的。这样把这个树给衬出来了啊，这个树是赭石色，其他的呢都是一种花青色、淡墨色，这样又衬出来了这个树了。所以要明白它的一个这种安排的一个用意啊在哪儿。好，我们把这个树啊先画一画啊。树呢，它大致高度是在这个节的地方啊，在这个树疤的地方最高点，然后下来。首先你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个来一点花青和淡墨的花青和淡墨啊，打底干了之后再来蹭一点这个干一点的叶片，用墨色啊，开始做饭不跑了。
还没吃饭呢。来，花青啊，花青色啊，不需要太多啊，不用太多。再来一点墨汁。再来点墨汁啊。颜色有点深了，加水。看这个颜色啊，这个杂质啊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这还没用呢，这里边都是渣渣了已经啊，沉淀物太多了。所以说用这个画墨骨啊，画这种比较想要画出这种清爽的感觉是比较困难的啊。它适合画什么？画那些带有肌理效果的。要画个残荷什么的还可以。来，我们从上方啊，从上方开始，不要太湿啊，注意控制一下水分，不要太湿。或者从中间的地方开始都可以啊，从上方、中间，从中间这块开始吧。有点重了啊，颜色有点重了。横向啊，类似于这个米点村啊，米芾、米友仁他们这个米点村这种用笔的感觉啊，找一找，两边不要太齐，对吧？旁边呢点子大一点。米氏云山的这种感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越往下呢越淡，你看到没有？越往下呢，它就会自然而然越淡啊！不要老占色，不要老是去占色了。我们要保证它从上面到下面是一种由深到浅、由实到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两棵树之间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回头用水啊接一下。哎，上面可以稍微实一点，对吧？笔尖蓄点水啊，加点水，然后呢，让它颜色浅一点，不要太重。把这个鹿角衬一下啊，鹿角这一块衬一下，所以我们的要画到哪儿？画到这个鹿角这一块，不停的往上点，哎。中间这一块，哎，留白的地方，用笔尖蘸一点清水啊，给它顺过来啊，自然而然的让它接过来就可以了。自然而然接过来啊。那么这是这个背景的一种处理方式。哎，那么到这边啊，同样是这样的啊。这个树旁边啊，旁边淡淡的啊，比较浅一些颜色啊，不要太重了。刚才这一开始起笔的这一块啊，有点重了，浅一点。沿着这个边缘，那其实呢，就是又有一棵这个远处的树啊，一棵远树的感觉。画到哪儿为止呢？画到这个鹿角这一块为止啊。底下虚一点，底下虚一点，底下虚一点。好了，旁边呢又有一个比较虚的这种远树啊，又有一棵有这种雾气的感觉要画出来。那么中间要留有空白啊，我们在这个空档的地方啊，这个松柏叶啊，柏叶空档的地方，哎，然后往下来，往下接一点点就可以了。
往下接一点点啊，接到这个鹿角这一块就可以了。下面呢是留白啊，下面是留白。好，继续，同样的一个方法啊。其实上面这一块啊，又有一棵，这棵比较高，这棵在这儿啊，又有一棵更高一点的这个远处的这个树。把这一块，把这棵树整体啊，要给它衬出来了。远处这边又有一棵，看到没有？远处这边又有一棵啊，同样的方式，像这种啊，不需要完全是按照这个米友人那种，它一个点一个点比较实啊。我们这个呢就轻轻的啊，有点横向这么扫，哎，不断的打，用毛笔啊打在纸上面。轻巧一点啊，它用笔呢就比较轻巧一些，不要太湿啊。好了，那其实这些地方啊，叶片的地方啊，等它干一会儿之后啊，我们可以用淡墨啊再走一遍啊，淡墨呢稍微染一染，或者加一点花青啊，稍微染一下就可以啊。中间的地方啊，稍微扫一扫啊，扫一扫。哎，等它干吧，上面呢等它干啊，等它干。好了，再把下面这个鹿啊，鹿上面这有一个土坡啊，大家看到没有？哎，鹿头这上面这一块呢，柏树的后方有一个小土坡，需要补几笔啊，需要补几笔。墨色不宜太重啊，毕竟呢是一个远景了啊，这已经是属于一个远景了，所以呢咱们墨色啊不宜太重，尽量呢就和这个树这一块的墨色差不多就可以啊。但是从这儿开始啊，脖子这块它其实是一个远景啊，稍微有一些皴擦就可以。这边小土坡，对吧？然后呢，这个鹿头旁边啊，鹿头旁边呢，我们用刚才的这个花青墨啊，花青墨，用这个花青墨来点一点啊，点一点，衬托一下啊。哎，看看，衬托一下，就远处的这种小树丛啊，小树丛或者小草丛的感觉，留一点距离啊，不要把这个嘴巴给它弄染成这个花青墨的颜色了。之前的那个技法课里边这个案例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几片红叶对吧？是几片红叶啊，从这个柏树下面垂落下来，缠绕上面的啊，这种类似于爬山虎类的啊。我点一下，就衬出来了啊，这个就衬出来了，是吧？好了，我们下面啊继续啊，我们底下这一块啊，你这块这个草地啊，草地的颜色我们稍微给它染一下，那么这个就更加完整一些啊。呀，今天忘了建一个群了，好像6群快满了，是不是啊？6群好像快满了啊！今天上课之前忘建群了。
新来的同学啊，点击老师的头像，先加个关注啊，回头看看，建一个群，不知道能不能进去了啊。好，我们把这小叶片啊，用这个勾一下叶脉，可以用墨色，也可以墨里边加点刚才画的这个叶片的颜色啊，曙红啊，掺在一块儿。稍微勾一勾，勾一根就行啊，勾一根就行了。好，那么底下这一块啊，底下这块先铺这个淡淡的赭石啊，先铺赭石，然后呢再来用这个三绿啊，用这个草绿或者三绿这些颜色，把这个鹿啊给它衬出来。衬出来之后，这个就会完整很多啊，完整很多。首先呢，我们就来啊淡墨吧，啊淡淡的赭石啊。所以画写意其实要多准备几个这种大碟子啊，我这个碟子小了，我之前的大碟子都不知道弄哪去了，找不着了。用这种大的碟子啊，它调色呢，它一个是能够调得开，另外一个是能够调得够啊，省得一遍两遍一遍两遍的来来回回的这么去调它，也挺麻烦。上面这块没干，就等一会儿。我们先染下面的啊，从这个鹿的下方啊这块肚皮下方，这个赭石啊稍微染一点就行啊，不需要染的太多啊。因为上面呢它其实是一个绿色，对吧？一个绿色。那么现在染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它能够两个颜色能够融合的更好。就像我们画青绿山水，是不是一开始用赭石打底啊？对不对？赭石打底，然后再是三绿，重的地方是这个头青啊或者三青这样的颜色来画青绿，明白吧？是一个道理啊。就像自然界当中，它底下是岩石层啊，上面是土层，土呢就是这种，类似于赭石的颜色了啊。土上面再长什么？长小草啊，小草。那么小草就是绿色啊，就是三绿的这个颜色。草上面再长树啊，树呢，离远了看就是一种青色，对吧？所以你这么一理解啊，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青绿山水啊，这个要这么去画它啊，是不是？其实呢，和这个从这个自然界的角度来看啊，这么去分析一下，就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道理。
留一定距离啊。我们保持啊同一个方向，比如说你像竖着画，那你就竖着画啊，你就不要一会儿竖着，一会儿斜着，一会儿横着这么用笔啊，就尽量啊统一起来，这样也比较匀一些啊，会染的比较匀一些。可以留一定的距离啊，不要离得太近了，它慢慢的会阴过去。技法课画了2次，那这只鹿准备画几次啊？你把这个鹿的这个方法呀掌握了之后啊，回头再画一幅，自己挂家里边也挺好，画个福禄寿喜，对吧？或者到后期啊再安排一张这个鹿，等大家把这个练好了啊，练好了之后，我们再来一张这个福禄寿喜图。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挂家里边都挺好。画8次。其实这块是一个柏树，你也可以给它染上啊，也可以趁着一起染也没事儿。但我怕到时候分不清了啊，怕到时候分不清。好，紧接着我们再来一个颜色啊，再来个绿啊，绿。来一个这个草绿色，可以3绿里边加一点，3绿里边呢加一点这个花青进去就可以啊。因为3绿是比较粉气的，你看3绿啊，它太粉了，里边稍微的加一点花青，它这个就好一点。3绿呢，它很粉气啊，什么3青、3绿啊，都比较粉。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花青，蹭一点，哎，是吧？蹭一点啊。你比如说从这儿开始，调多一点，浅了。我感觉怎么还得加一点藤黄啊，不够绿啊。
有点暗。像这样的地方啊，小心一些画，小心一些，不要阴得太厉害啊，留一点距离，与这个鹿腿呀，留一点距离啊。你看这个啊，目前阴的是一点水，倒还好，千万是别把颜色给阴过去了。整点这个。再挤一点点这个藤黄啊，挤一点点藤黄，或者鹅黄啊，随便什么黄啊，藤黄、鹅黄都行。感觉咱们这个绿没有人家那个更像绿，咱们这个还是，哎，挤一点这个藤黄啊、鹅黄，咱们调一调啊，调再绿一点，调出这个绿的感觉啊。咱们这个三绿怎么感觉不是那个绿啊？这个比较像绿了。那么有些地方就是这个颜色，就三绿里边你调一点藤黄进去。好，脖子这里边。这个颜色就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染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大家不要太毛躁。特别是因为第一遍没有干啊，第一遍还比较湿，那么在染第二遍的这个绿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控制好水分啊，不要太大。那么颜色也是从上往下，它逐渐是变浅了，逐渐变浅了。哎，逐渐变浅，然后把上面这一块，上面的赭石这一块啊，稍微给加一加。不绿啊，干了之后就没那么绿了，现在比较湿，看着比较绿。其实干了之后啊，会好很多啊，你不要怕。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呢，可以加这个，加这个花青，花青调这个三绿啊。最深的地方可以用花青调一下三绿。再来一点藤黄。
只仅限于这个最深的地方啊。哎，注意高高低低的这个起伏啊，要沿着这个鹿的这个肚子。哎，啊，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别怕重，该重的时候得重一些，不要害怕啊。两腿之间这一块空别忘了啊，两腿之间这一块的这个小空隙。颜色往下，哎，逐渐是变浅的啊。那么，但是有些地方该点的要点到，该衬托的啊，咱们给它衬托一下，就不要老蘸色了啊，就用笔里边的啊这些余色，稍微的加一加，对吧？那么它就自然的有这种深浅变化，而且有这个层次。把毛笔里的颜色全部吸收完了，就正好了，正好啊，正好用完。那么这一块呢，也可以稍微点一点，角落这一块稍微重一些，哎，稍微重一点。下面我把声音关一下啊，把声音关一下，我们给它吹干瞅一瞅啊，吹干瞅一瞅，我吹一下，不然太湿了，没法进行了。哎，大家这个时候，哎呀，正好整点了，大家帮老师点点赞啊，辛苦大家动一动小手指。
好了啊，吹干了，吹干了，差不多了。那你看下面这一块啊，这个颜色干了之后就会浅一些了啊。一会儿呢，我们整体啊画完之后，再把这个梅花鹿啊该重的地方啊再稍微加一下。目前看起来啊，颜色呢还不够啊，颜色还不够。先把上面这个树啊、树叶呀这些地方再处理一下。所以这张画呀，要用到吹风机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包括这种树叶，到时候染色啊又得用到吹风机，对不对？像这个叶片啊，那么它是用到了这种大面积的，得用到墨色啊，用到墨色。所以还得再来点墨呀。哟，这个碟子里边之前是倒了那个反水，换一个。干了之后上面有一些颗粒，淡墨染一下这个柏树的叶片，一团一团的啊。那么有些地方重啊，有一些地方浅，对吧？或者咱们先别染了，染完湿了之后又麻烦。咱们先把该需要加重的地方啊，我再给它加重一点，把层次先给它画出来，然后我再统一的染。好，笔尖呢散锋破笔，刚才有同学没看到对吧？没看到，你现在看一下啊，就是很简单的散锋破笔，把这个层次加一加。千万不要画闷了啊！你看里边是通透的啊，是透着气的，对吧？是有留白的地方，看到没有？边缘虚啊，里边实，所以重的地方是加在里边，边缘的地方啊要虚一些。你看，这样再加过第二遍之后，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了，对吧？到这边呢，它有一点往外怎么倒回环支的这种感觉啊，逆风，迎着逆风的这种感觉。上面呢，它又是往上去。这里边呢稍微有些地方啊，稍微点一点，不要点太多了。这边呢整体啊虚一些。好，下方同样也是啊，要有这个明显的虚实关系，这种深浅变化。这一块又比较重一些。
再把下面这一块加一加。最怕画这种叶子啊，不要怕呀，这个有什么怕的呢？这个就是玩嘛，这个你怕啥？毛笔搅和开啊，看搅和开，像打个小对勾一样啊，就像批改作业似的啊。哎，这块对了啊，打个小勾，轻轻的一点一提啊，轻轻一点一提。这一题答对了，一勾啊。这题又答对了，一勾啊，快一点，批卷子啊，批快一点啊，不然的话呢，批不完，你就慢慢的快一点，熟练起来，不就是这个感觉吗？对不对？有当老师的吗？有没有当老师的啊？你当老师批作业的时候啊，特别是批一些什么小选择题，那个小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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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那校长批卷子都是这样的，整面打个大勾，老师批卷子都是小勾小勾小勾，是不是？教研组组长啊，谁是教研组组长啊？举个例子，老师呢批卷子呢都是一题题的这么批啊。教研组组长来了一个大勾啊，或者校长来了一个大勾，整面如果对了就是一个大勾，对吧？啊，你就假装自己都画对了啊，你不要打叉，听到没有？你别往上面打叉。你仔细看啊，你回头放大了仔细看这个图片，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高清图啊？你看看，这不是，这不是，这也不是，没有这个。你回头把那个原图放大了也能看出来啊，它其实是一个弧度啊，有弧线的这种感觉，明白吧？所以呢，老师说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打勾的感觉啊，画个小勾勾。好，再把下面这一组啊，下面这一组我们再给它加重一些，倒点墨了啊，不要排太整齐，有些时候呢不能排太整齐啊。找一下没找到？你看原图啊，把原图放大。我发给大家的原图啊，手里边现在有设备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把它放大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旁边，这个树旁边呢，其实，包括这个上面啊，都是打个小对勾啊，只是没有那么明显，没有老师说的那么夸张而已啊。但是教学呢，我肯定是，对吧？咱们教学呢，就是要用这种比较形象的这种比喻啊，一听就能听懂，就能理解的。当然，它也许不是非常的贴切啊，但是起码在入门的时候，你是能够理解了，很快的理解啊。发在咱们的这个群里边有啊，咱们粉丝群里就有。然后呢，那个购课的同学在这个学浪群里边啊，学浪的这个资料库里边，老师也发过啊，也发了，都有啊，找一找都能找到。所以进群啊，
点击老师的头像，加个关注啊，进到群里边啊。每节课的案例啊，都会发到群里边，原图啊都会发下去的。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旁边这个小树啊，小树呢其实也是打勾啊。这种小树呢，它是那种类似于横的这种点儿，但是横点呢，它稍微做了一些这种转变。你可以换一支小一点的毛笔啊，也是散锋啊，它是横向的啊。横向的稍微放大一点吧。你看看石涛啊，石涛画的那个山水画啊，他那个什么“搜尽奇峰打草稿”里边啊，那个好像好多这个小树呢，就是类似于这种方法。你看散锋啊，比如比较老实的方法呢，就是毛笔呢稍微并拢一点，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这么横着这么画，对不对？那么咱们稍微的偷点懒啊，毛笔搅和开，就像小时候写作业啊，我有同学呢，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写数字或者写汉字，他是把2根毛笔，不是2根毛笔，2根铅笔这样的啊，给它捆到一块儿，或者3根捆到一块儿，就这么写，正好呢一写能一口气写3排出来，明白吧？那么咱们画画就是把这个散锋一笔能够画的更多一点，就这个意思吗？明白吧？小时候干过这事吗？我没干过啊，我真没干过。我同学，我看有的小孩干过啊，我是没干过，比较老实啊。但是我觉得这肯定能看出来啊，这样写出来的作业，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你们所以是代代相传啊，是不是代代相传？墨色呢也稍微往下啊越淡一点啊，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了。毛笔在纸上擦一擦，擦干一些，因为往底下来越来越虚啊，越来越虚。写什么案头资料啊？还在工作吗？稍微打个小对勾啊，画个小弧线，小对勾。树好像画高了，感觉我们稍微往下画一画啊，往下画一画。底下虚一些啊，越来越虚啊，越来越浅，也越来越少。有些地方呢稍微多一点啊，重一些；有的地方呢就浅一点、淡一点啊，就这个意思。下周开始上班了，是老师吧？还是？你的手机还炒菜，别炒糊了啊！别把手机扔锅里了。
就按照这个方法啊，按照这个方法呢，一直往下画，到底下越来越浅，越来越淡，越来越疏。啊，还写论文呢，实在是不太好平衡啊。稍微有点耐心啊，我们，然后这边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过来啊，在这边我们再看看这边的。那么就是这种方法啊，我缩小了啊，不然的话看不到整体。然后回过来把这个树旁边的这一块啊，同样的方法啊，很快速的呢给它点出来。那么其实这是一种语言符号了，对吧？绘画的符号啊，绘画符号，用这种符号呢来表现这种远山的一个效果啊，远树的一个效果了。很简单啊，很简单，就像我们画儿童画，有时候画这个树啊，这个松树就是几个三角形的一种叠加，对不对？底下还带一点弧度。远看了之后啊，这是比较像重影一般的感觉，对不对？像有重影的这种感觉啊。比较虚啊，虚虚实实。这块有一棵远处的这个树啊，横着画啊，这样呢就与这个就有一定的区分了啊。用两种这种符号来表现不同的。那么抄什么呀？把领导名字都抄上了，想篡位。好，哎，这样这种虚实远近的效果，它不就好一些了吗？对不对啊？它就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虚实远近的效果。我们再来用这个淡墨把这个柏树的啊这一团一团的，给它稍稍染一下，稍稍染一下啊。淡墨也可以，淡墨里边加一点赭石啊、花青啊都可以啊。先用淡墨啊，加一点赭石吧。千万不要有这种杂质，否则一染那一道。再来点淡墨。好，我稍微染一下啊。可以用大毛笔染。
一开始干一点啊，不要太湿。那么染的时候也是染里边啊，边缘呢让它清晰一些啊，边缘呢让它清晰一点。啊，主要是染里边啊。有这种一团一团的这种感觉。好像这样的地方呢，虚一点啊，虚一点。我们重点呢就是染刚才我们第二遍啊拿重墨染过的地方，点过的地方。这个树旁边啊，有些边缘的地方可以稍微的轻轻的点一点啊，还是像打这个对勾一样。看到没有？哎呀，才11万啊！可以了，可以了啊！今天人这么少。那么之前技法课里边啊，它是有这个花青和赭石3种颜色，对吧？中间的地方呢，它有的是赭石，那是这个花青，到边缘呢又透着一点这种类似于背光的这种感觉。那么老师呢又给它染了一点赭石进去啊，有一点这种光影的效果，对吧？那么这个啊边缘的地方，同样你如果想按照那种方式去表现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现在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对吧？郁郁葱葱的啊。然后里边这块啊，有的地方呢稍微重一点，稍微扎一扎，包括这个树。抻擦一下啊，这样的扫一扫。那么这棵树呢，上面呢也可以啊，可以稍微把一些重的地方啊、尖儿的地方啊稍微扫一下。我的直播间比韩林老师直播间人数还多吗？今天是不是不应该直播呀？
虚虚实实的啊，稍微染一染。哎，这个有一种，这个树啊，有一种那个什么，一种看到一些国外什么瑞士啊，像这些国家的这种感觉，对吧？像这样的是一个树啊。你只看蓝云老师画双路图，那你是在韩林老师的直播间，然后再看我的双路图吗？好，来回来我们继续啊，看我们的双路。宝宝在闹呢，这摔了，估计是摔跤了。听到小孩哭了是吗？天天都是这种状态。天天都是这种状态。好啊，我们再把这个鹿啊稍微再染一染啊，鹿的颜色呢感觉有一点不够啊，感觉有点不够，可以先把鹿角啊先给染一下啊，用这个赭石色呢把这个鹿角稍微染一下。对，齐白石那个绝笔牡丹，哎，你这位同学说对了啊，独乐同学，你这不仅画的好，你这个东西没少看呢。它那个绝笔牡丹上面的那些添加了一些绿色，它就是这种用笔啊，对吧？好，我们用淡淡的赭石色。哎呀，我也没有时间啊，静下心来画画。其实就直播的时候可以。你让我点作业啊，今天白天本来想点作业的，作业积了那么多，对吧？没点几个，一会儿哭了，一会儿跑进来了。就盼着过2天赶紧开学呀。稍微染一下啊，染一下这个鹿角。染的时候也要注意透气啊，不要说每个地方都染到了，啊，有些地方留一点空白啊，它其实就透气了，对吧？这就是一个染色的一些技巧。对，风中的牡丹那个就类似于，它的绝笔最后一张画。所以这些技法啊，它的很多都是相通的。本来是一种画山水的这种笔法，对不对？这种握笔这样画。那么握笔画山水，就是我经常说啊，陆延绍的这种握笔山水，他画画通常都是这种握笔，毛笔卧倒。你看刚才老师画的时候是毛笔卧倒的，平时是这样直立起来的啊。刚才画那个树是这样画的。
到后面虚染啊，虚一点，有些地方多留一点白。哎，这样染出来，它是这个颜色也带有节奏感，对不对啊？这颜色也带有这种节奏感。好，我们稍微放大一点啊，从头开始，从头部开始，把颜色逐渐的给它再加一加，细化一下啊，给它细致的刻画一下。首先呢，我们从眼睛啊，把眼睛的这个赭石色啊，给它加上，眼睛的赭石。眼睛呢是一个赭石色的啊，纯一点的赭石啊，就不要太谦虚了啊，纯一点的赭石。怎么还？纯一点的赭石啊。购课了没有找到粉丝群啊？你是用这个购课的这个抖音账号登录的学浪 APP 吗？粉丝群这个学习群呢？学习群在这个学浪 APP 里边啊，在学浪 APP 里边。章章有难度是吧？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有难度才有技法，才有技法的存在嘛。好，再用淡赭石，继续写资料啊。这感觉就像马上开学了，大家都在补作业的感觉啊。成年人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吗？学生时代是这样啊，没想到长大了还是这样的。精细的画一画，染一染，把这种结构染好。你要注意这个鹿头，它是这样稍微抬起来的，所以它这边高，这边低啊。我今天好像隐隐约约，我记得好像是看谁交了一个这个鹿的半成品的作业啊，这个好像就这个就没画对，高低整错了啊。哎，是不是画下课同学啊？是不是你发到群里边的呀？我好像是看到他的作业了。好像是画下课同学的，在不在画下课？你看你们只要经常交作业啊，最后谁是谁我都能，是的吧？啊，我都能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我点评作业是真的是每一张啊都看啊，每一张都看，所以你只要是交了作业啊，时间长了呢，我肯定是能记住啊，你有没有进步我都能知道。底下的这个颜色啊稍微淡一点啊，就是笔尖蘸点水。
淡一点的颜色，把它的这个头部结构稍微的给它画一画啊，沿着这个结构块面来染这个颜色。对啊，像独乐同学啊，这个画的是比较好。他这个作业里边，我经常表扬他啊，画的挺好的。好，耳朵这一块继续加重一点啊，耳朵呢也稍微重一些。来一点纯一点的赭石啊，纯一点的赭石啊，耳根的地方加一加啊，尖的地方，耳朵尖的地方加一加，头这一块加一加，稍微加一下。这个耳朵啊，耳根的地方加一加，加重一点。因为干了就会浅呐，所以放心大胆的加一下啊。后面耳朵根这块啊，淡墨整一点，笔尖蘸一点淡墨啊，就用这个赭石的这支笔上面再加一点淡墨啊，轻轻的呢扫一扫。是吧？你看漂不漂亮？这个耳朵内侧墨色啊，笔尖呢蘸墨色，从外边往里边。不要太重。耳蜗，它这个耳蜗呢，里边画的比较复杂，咱们稍微简化一点的，因为咱也不懂它这个是到底啥样啊，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边缘的地方稍微撕一撕毛啊，撕一撕毛，撕几根啊。好，继续啊，往脖子下来啊，往脖子下来，该加重了，再加重一点。其实这一块呢，颜色还可以够了。它其实就是深的地方会比较深，浅的地方啊会比较浅一些。那么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其实是这一遍呢，其实就是收拾画面的这一遍了。因为整体效果我们其实就已经出来了嘛。赭石，纯一点的赭石啊，脖子这块给它加上，不要加什么墨呀，加什么也不用加，或者再调一点点朱砂进去啊，整点朱砂进去吧。这个碟子里边有一点朱标还是朱砂呀？啊，加点进去，红一点，偏红一点。
不是彭村，取了这么个名字吗？现在叫彭村了吗？听着像是拆迁户的感觉。彭村的挺好。稍微撕一撕啊。好，这个就稍微撕一撕就可以了啊。然后里边啊，这个地方可以再加重一点，笔尖再来一点淡墨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一点淡墨，像这样的地方该加重一点啊，这块该加重一点，对吧？底下这块也加重一点，稍微加重一点点啊，加重一点。那么接着它就上去了。好，然后到这一块，我们同样啊用这个赭石，先用赭石走一遍，先用赭石走一遍啊。是烂尾楼。还是先用赭石走一遍，然后呢，在有些地方稍微再加重一点。目前现在这两边看起来有一点点啊脱节了，对不对呀？有点脱节了。那么这个稍微小心一点啊，把这个白的地方啊稍微留出来一点啊，留出来一点。这一块它留了是一片这个比较纯的颜色，留了一片这个朱标啊，或者是朱砂的这么一个颜色。那么今天我们画的是比较细致一些啊，比在之前课上啊技法课上面画的更细致一些了。啊，现在还不到9点啊，慢慢悠悠的吧。每天难得清静几个小时，就是直播的时候这几个小时啊，不然我耳边一直都是这种哭哭闹闹的声音。这会儿应该是睡着了。要么就吃什么好吃的了。往下要稍微过渡一下，往下稍微过渡一下。只要有时间啊，我能画的呢，你要给我一张绢呐，我能画的照他这个样子啊，我都能画的跟他以假乱真。像这样的还是
只要你掌握了啊，它的一些绘画特点呢，最重要的它是它的一种精神气质啊，这个是比较难模仿啊。每个人的画，其实每个画家的画，他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就看你能不能读懂。上次是因为买的这个胶粉水不太明显，这一次呢是我自己调的啊，所以感觉明显一些。好，接着往背部去啊，接着继续往背部去。稍微快一点速度啊，不能太慢。就用这个赭石色啊，赭石色，稍微加重一点。背部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然后衬湿我们需要用这个淡墨，再来进行一个墨破色，或者我们称之为湿地丝毛，对吧？湿地丝毛。今晚没有打广告呢，嗨，不着急啊。今晚感觉打不打的都感觉差不多。我打广告就是看这个什么吧，就是一种状态啊。我跟你说了嘛，就是一种状态啊。状态好的时候一阵一阵的啊，状态好的时候还行，状态不好的时候，一句广告词也不想讲。不管是自己还是为了公司都一样啊。昨天好像立春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去年是立春还是春分的时候，不搞了一个活动吗？画了喜鹊迎春，画的迎春花和喜鹊，还记得吧？好像是春分的时候啊，立春的时候好像没有。元宵节的时候，去年的元宵节给大家猜的灯谜还记不记得了？给大家画的灯谜啊，多快啊，又晃一年了啊！是吧？画几个灯谜啊，然后抽奖还送给大家了。然后粉丝群里边有一位同学呢，还给我拍照啊，他抽到了，他是幸运观众啊，抽到了。他抽到的是哪一张啊？是那个16那一张，好像是笑口常开啊。一张画，一张这个画，还有一张这个那个写的字儿，一个书法老师。是不是？啥灯谜啊？不知道吗？去年元宵节的时候，那次好像也是啊，公司卖的还不错，卖的挺好的。那次活动做完之后，好像那次就是，不是为了卖课程啊，就是为了做一个活动，但是效果还挺好。从此以后啊，就从那次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就每一次来个什么这个节气呀，一到什么节气了呀，这个或者是什么节日了呀，哎呦，那就完了，我都害怕啊！那一阵给我整的都害怕了，心慌慌呀！一到那个时候，妈呀，就慌了。
然后还假装开会，哎呀，整点什么呢？这个马上春分了，整个什么活动呢？大家都说说意见呢。然后每个人好开会，一堆人搁那发言，我都不敢吱声，因为一开始呢，我问什么问有什么想法，哎，说完之后，哎，我觉得挺好，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那么就最后就是落我身上了啊，这个活动就落我身上了，所以就不敢吱声，就自己挖坑，他就逼着你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就这种感觉。后来开会都不敢吱声了啊，我就不敢吱声了，不敢吱声还逼着你讲啊。这老吃亏上当，哎呀，其实就等着你讲，这所有的这个都是铺垫啊，就最后呢就等着你最后讲一下，讲完之后就是我的了，跑也跑不掉啊。所以后来这个你看每次要么是那个什么活动啊，要么是那种啊两人一组的这个活动，对不对啊？不是经常和那个希文老师一起主持什么活动吗？哎呦，反正就是啊，不是让我去屋里画呢，就是这种活动让我在旁边陪着，就是搁那唠嗑，就怎么也不能少了啊。可有意思了，就这个坑呢就在那儿啊，就明知道在那儿就等着你，你也没办法，你不去也不行啊。最后我就越来越反感这个事情了，就老可着一个人折腾，哪受得了啊？后来拉良田，良田也受不了，每次都得整2两，先给自己整懵了，再上去。好，那么这些你看一加完之后，好，往底下再来过渡的地方，我们再往底下把颜色再往底下续一续。哎呀，博物馆看展览看了吗？那次，看了，对，那段时间正是我闹情绪的时候啊，我请了一个长假给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都烦得很。本来是要离职的，一直不让我走，那不让我走，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算了，不干了，我就请假，一直请假。整疯了都快。本来一开始说好1个月啊，整一次活动，整一次这种体验课，整一次活动。我的个妈呀！后来的变本加厉，到了1个月要整4次活动啊，4次体验课，我就崩溃了。我是请了一个长假啊，请6月份嘛，然后7月份啊也请了。啊，底下呢，我们用赭石加一点这个藤黄进去啊，加一点鹅黄进去啊，或者藤黄进去，还有点偏暖一点的、偏黄一点的颜色。我们往下接一下啊，往下接一接，从这个肚子这一块，从这一块不是没怎么染色吗？对不对？哎，从这一块开始。所以啊，好多事，好多有意思的事啊。说起这个以前的工作的时候，就天天斗智斗勇啊，
整到最后实在没招了，怕了，你知道，天天上班都害怕，就到那种地步。哎呀，我是准备离开的啊，他不让我走啊，死活不让走啊。你看染了一点点淡淡的这个黄和赭石的这个，哎呀，能者多劳这句话，这是他们经常说的啊。我听了我就，那也不能是让一个人劳啊，就整个这个就靠这2个人3个人啊来撑着，那哪能行呢？这就是他们之前老讲的一句话啊，我比如说闹情绪的时候，他们老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领导第一反应就是能者多劳。这位同学是不是当领导的呀？我说多劳又不多得，为什么能者多劳呢？是不是？最后课程卖出去了，我们也没啥提成啊。那你们一开始不知道啊，都以为提成提我们那儿去了，其实全都是销售的，我们1毛钱都没有。就是这么惨的。能者多劳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能把一个人往死里逼啊。这家也是，对对对，说的对，没毛病啊。这么一分析，这个也没毛病。怪自己太优秀是吧？谁让这么能干呢？之前我们那有一个女老师啊，一个女同事，都夸我吃苦耐劳啊，都用吃苦耐劳来夸我。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用这么个词？哎呀，现在这个路你看看，逐渐完善啊，逐渐越来越漂亮了啊。我紧接着呢，趁湿啊，紧接着往这个后腿这一块啊过来，你看看这效果非常棒了啊，非常不错了。一会儿那个画完之后啊，这白色的地方再用白色稍微点一点，就更好看了。哎，继续。哎，所以有时候这个彭村的事儿啊，现在想起来有时候有时候觉得还挺好玩啊。当时有时候确实挺生气的，不能可着一个人造啊。
好歹幸亏有梁田老师帮我分担一下后期。把这一块啊，这块呢稍微给加重一点啊，用这个赭石色啊，赭石色。干脆画过来啊，画过来，不然有点奇怪看着。画过来之后，我们用这个。用这个颜色稍微接一下，这块没整好，这块没整好，我整凹进去了，给它补一块。好，再用这个赭石，我们在这个腿部啊这一块，那么这一块是一个肌肉的起伏的地方，看到没有？这条线呢？对，后来就传到济南那边去了，你知道吧？我们北京这边不愿做啊，后来就甩给济南那边做了。反正后来就彭村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了嘛，那会儿就已经有要那个什么的迹象了啊，所以其实后面做不做都无所谓了，做了都没用。我们用这个赭石啊，这么接一下。啊，梁天老师，我俩是点成一片了，就是点太大了啊，点太大了，这个水头要控制好。我有的也点大了，比如这个点就点大了，它其实就是水嘛，它会阴的比较厉害啊。这一块我们用这个赭石调，像刚才一样啊，赭石调一点这个藤黄啊，或者是鹅黄这个颜色，过渡一下。接一下啊，好，底下呢就用颜色浅一点的这个赭石藤黄，继续往下续下来啊，续下来，往下续。那么这一匹，这不是一匹啊，这头鹿啊，比我们之前那个课上画的那个鹿啊，颜色就丰富了很多了，对吧？颜色丰富多了。没有时间的限制啊，画的随心所欲啊。老板都不知道上哪找去啊！哇，画了这么多啊，
9300呢，花那么多吗？你要在我身上花那么多，你这终身 VIP 中 P。咋能花那么多呢？你们买啥呢？这是，这是之前不小心滴了一滴，你看看现在，也成了一个斑点了。好，没看到是吗？下面这一块，好，继续把这个上面啊，我们稍微整快一点啊，把这个内侧这一块也是用这个赭石加藤黄的这么一个颜色啊，赭石加藤黄的一个颜色，稍微的染一染，要染出这个毛发分叉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用笔的时候你注意。交叉的这么去染啊，上方这一块也是把这个层次感呢给它染出来啊。哎，好像是不知道呢，听说我也搞不清楚啊。他们把这个肯定是有啊，他不一定不应该啊，他起码这些年他是挣了不少了，咱也不知道啊，他们哪去了。搞不清楚。这一块啊，边缘的地方，它内侧补了一笔，这样就转过来了，整个的体积感啊就转过来了。那么有些地方要偏红一点啊，再用这个朱标或者是朱砂，趁着湿啊，趁没干呢，稍微往这里边接一点颜色进去，这样就这块呢也就丰富起来了。就和这块一样的这种感觉啊，只是说这个后面啊这块呢，它颜色比较暗一些，要暗沉一些，没有那么鲜亮啊。好看啊。那之前做这个你们那个技法课啊，告诉我要画鹿啊，告诉我呢要画老虎，哎呦，还要画什么画凤凰，哎呦，我听完头都大了，听完就想跑。
幸亏咱这个见多识广啊，咱们还真是知道哪些人，知道谁画过凤凰画的好，对吧？哎，知道谁画老虎画的好，画鹿画的好，不然这课都整不出来。而且时间特别紧啊，时间特别紧。好，哎，这个梅花鹿啊，看看这个状态，颜色就丰富多了啊。这个颜色呢，就感觉丰富多了啊，很漂亮吧？哎，下面这一头我们也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啊，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彭村呐，哎呦，去了想走都走不掉，我的妈呀！稍微喝口水啊。现在鹿角浅了吗？浅了可以再染吗？有些地方可以再染一下啊，这个鹿角。这个鹿呢，一会儿干了之后，它身上也会浅一些啊，也会浅一些。包括头部啊，它已经有的地方已经浅了啊，这很正常。但是你裱上之后啊，拿去装裱之后，它颜色又会重一些，明白吧？没装裱的时候，它颜色比较浅啊，一装裱颜色又回来了。所以为啥说啊，3分画7分裱啊？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把这个小鹿再给它画一画。小斑点，我的小斑点也有几个点大了，你比如这个点大了，这个点大了，对吧？都碰一块了，这个点大了啊，这边几个也点大了，很正常啊，因为所以说一开始点的时候用胶矾水点的时候，拿一支小一点的毛笔啊，点的时候轻轻一点。今天元宵这张画送不？开什么玩笑，卖我都不卖，还送。继续，继续，继续。好，把这个放大啊，放大一下。那么这个鹿啊，其实需要背部这块加深一些啊，加深一些。哎，头部呢，感觉也差不多，稍微加一点点啊。整体我们再来一遍啊。既然要画呢，我们就整体啊稍微再来一遍，好吧？还是积极画吧。对了，还是积极画啊。先把眼睛啊赭石色染上，然后呢，头部啊，主要是一些比较重的地方，你看，比如耳后根呐这些地方需要加颜色，对吧？加一点朱标、朱砂。稍微加重一点。
然后跟这块也是啊，后面也是。往底下的时候，笔尖上就沾点水，那么这个颜色就能接的比较自然啊，接的会比较自然一些。头部这一块其实应该稍微啊，我稍微用这个墨线呢，稍微勾勒一下啊。这块画了浅了一点，拿这个墨稍微提一提这块，因为可能当时画的时候线条比较湿润，是吧？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啊，稍微调整一下啊。小蹄子，好，我们再来，现在啊，我们再来画，再来染这一块。这块呢也是啊，用赭石啊，先来赭石。那么最重的地方呢，其实是在这一边上啊，边上这一块比较重一些。然后呢，额头这一块比较重一些，稍微补几笔啊，补几笔就可以了。老师能带我们坚持上完120节课吗？那不然呢？那我还能请人带吗？肯定是得自己带完，大家画完这120节课啊。收费都收了，还能不画完吗？哎，稍微提一提啊，把这个面部的这种凹凸，对吧？结构的转折、凹凸，稍微的画一画。怕我跑了是不是？不会跑的啊。就哭着也得上完呢，就是给大家哭着也得上完呢。好，再用这个赭墨啊，淡淡的赭墨色，脖子这一块啊，包括面部这一块呢，它是颜色比较灰的啊，这种感觉。那么整体就还是用这种赭墨。看画的地方呢，都是结构的地方，整个头啊，它的一个骨骼的地方。那么这一块呢，补一笔，哎，下面加一笔。白色部分留出来啊，白色部分留出来，到边缘了呢，稍微批笔、丝毛这种感觉啊，带一下，带一下啊。好啊，我们再往背后来，背后同样用赭石色，纯一点的赭石啊，不需要加太多的，不用加墨了啊，基本上纯一点的就可以了。因为干了之后啊，它还会浅一些，没有那么深啊，不用担心。
不会跑啊，不会跑。想啥呢？你们都。放心大胆的拍啊！咱们的这个1号链接是咱们这个120节课的这个回放课啊，直播回放。有的同学啊，其实一直都在跟话，对吧？都跟了很久了。你不妨点击一下，拍一下啊，助你一臂之力。与其有时候跟话这么辛苦，而且我在画，你也跟画啊，你会有很多东西都很多的地方是没有看到的。318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啊！呀，怎么镜头还会缩小呢？啊，这次做的胶反水很成功，一点儿也画不进去这里边。我想把它分开也分不开呀，想给它分开一点呢，分不开。所以说呢，这个回头大家买一点这种颗粒的啊，回头自己泡。到底下啊，底下的呢颜色浅一点啊，颜色浅一点，笔尖就蘸水，蘸点水，然后笔里边也有颜色，然后这么承接下来，自然的承接下来就可以了。就接一下，用清水啊，蘸点水一接。有些地方既有颜色啊，有些地方呢又会比之前又浅一点，对吧？会比之前浅一点，就这么接一下。内侧稍微点一点，好，再用这个赭石啊往里边去，再加一点赭石，赭石没有了，再挤一点。再来一点啊，这个赭石。背部啊，背部呢继续啊往这边啊，这边要加重一点。赭石里边我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胭脂啊，胭脂加一点点胭脂进去。那么这一块呢，它会红一些。加一点点啊，千万别加多了，好吧？在我们一般呢，我们调色啊，在不能够确定它的最终效果的时候，一般都是少加一些，少加一些，不要加过。这周老师课程涨价了，为什么涨价呀？你如果买了，你就不用担心涨价嘛，对不对？你已经买过了，你还担心涨价吗？好，我们就这一块啊，就小心的啊，顺着这个胶粉水的这个印儿，
走一遍就行了啊，走一遍，走下来。这个课真的是比较实惠啊，你比较比较吧，啊，随便比较一下。那么教的内容也都是老师的看家本领，对不对？这都是看家本领啊！其实光这个墨骨这50节，这个就已经很划算了。现在市面很流行墨骨画，教墨骨的很多，但是价格都会比较高一些，并且也没老师这个这么划算。水平不一定有老师高啊，这个课程的案例啊不一定有我的好看，每节课的时长肯定也没我的长，不用说了啊，案例的数量肯定也没有多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可以去比较一下吧。好，往底下呢继续是用一个藤黄啊，加赭石的这个淡淡的一个颜色啊。往下接啊，往下接。接的是这个藤黄加赭石的这个淡淡的颜色啊。要浅一些，千万别加重了。这个地方啊，用这个珠标，纯的珠标啊，脖子这块给它纯的珠标接一下。所以这张画的这个颜色啊是非常丰富的，里边。要是真是拿一张绢来画的话，可以画的非常的细致啊，不用拿一张熟绢，拿一张生绢就可以，你知道吧？绢也有熟绢和生绢啊，不一定非得用熟绢啊，用生绢画也是可以的。那么因为咱们尺寸画的比较小啊，45乘以就是乘以132、133，就是4尺的长度，然后呢是45的一个宽度。那么它原画呢是比较大一些的，要比我这个要大一些，所以咱们画的时候这已经是缩小了，对吧？哎，缩小了，所以有一些细节咱们可能是做不到啊，做不到那么细致。毕竟咱们是一张生宣纸上画的啊。你看我这个啊，马上又调了一点这个朱砂和曙红混在一块的一个颜色啊，还加了一点淡墨。用这个颜色呢，再和赭石调一块，调一点赭石，把后背这一块，它的颜色啊有一些这种通透的感觉，对吧？受到了一些西画这种，比如我们经常讲有反光啊。讲一个暗面里边它会有反光，那么这一块就是一个暗面里边，对吧？它有反光，反光的地方呢，它又要稍微要亮一些。那么在颜色的一个角度来讲啊，它暗面里边如果是
再有一个反光，它可能透着的颜色，比如说像红酒，一杯红酒啊倒在玻璃杯里边，那么有的地方呢它是这个，有的地方它是黑色，看起来是黑色，有的地方又看起来特别红，对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一块它透着比较红的这么个颜色啊，它这个里边颜色变化相当的丰富。但首先然后旁边还有比较黄的地方啊，那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原理，这个道理。这块呢比较深一些，到这一块也比较重一些，深一些，红一些，偏红。明白吧？到上面这一块呢，它又偏黄，对吧？它又用的这个鹅黄或者是朱标，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反光一个反光，又有一点西化的影子。所以说它是中西结合的这种一种绘画的方式。什么博文？宜秋？博文是谁？课可以拍呀，我看一下啊，刚才没有抬头，没看到大家的留言。想拍是可以拍的没有问题啊。拍课我还不得欢迎欢迎。这一块好了，到腿部这一块呢，它的颜色马上就会弱下来了，跟这边的这个深度比它又弱一些，一种灰灰的一个颜色，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藤黄加赭石，藤黄加赭石加一点这个淡墨的这么一个颜色对吧？藤黄加赭石加一点淡墨这个颜色，绕开这些斑点绕开这些斑点。你看这样一个局部接着一个局部这样画你就不用担心它干得太快。如果是整体这么刷完之后，然后再来细致刻画会干得比较快一些。到了尾部边缘我们尽量的，其实这个颜色是已经够深的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必要往下画那么我们就接一点水，一会儿呢接一点水就可以了。但是这一块还是比较重的这一块还是比较重的，是吧？这一块比较重，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笔尖呢，现在接一点水，笔尖蘸一点水，然后趁着这个里边也有颜色嘛，反正也有颜色也有水你就给它过渡一遍它不会特别的死板。就这样过渡一遍稍微过渡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块的颜色其实已经够重的了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把这个里边的颜色把内侧的颜色稍微加一加，还是用这个藤黄赭石的这么个颜色藤黄赭石加一点淡墨的这个颜色。
对啊，是在学浪里学习啊。拍了之后呢，是进入学浪啊，在学浪里边学习的。因为我们这个课呢才开不久啊，不到2个月。目前拍课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呢还有大量的课程没有上啊，直播课还没上，对吧？你既可以跟这个直播，也能够看回放。尾部这块啊，这些白怎么处理呢？就采用这种轻轻的类似于丝毛的这种方法，对吧？那么其实这个白色的地方，染或者不染都可以了。当然染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不染呢也没关系。那么这2只鹿啊，再画了2遍啊，画2遍之后，这个效果就好很多了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那么背部这些深的地方啊，还可以稍微的再加重一点，就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红色，曙红调的朱砂或者是朱标，再兑一点赭石，这个颜色啊，把重的地方稍微走一遍。这个后背这一块啊，比较重的地方，对比强烈一些。这个颜色它是在一个统一之中又富有变化的啊，是非常和谐的。所以你到时候画的时候，不要画的这个特别明显的这种颜色区别啊，千万不要画的这样，最害怕了。最害怕到时候画的五花八门。它整体是一个赭石的这个调调里边啊，然后暗的地方有一些偏红，对吧？浅的地方呢有一些偏黄啊，就是这么一点区别。老师讲课不拖拉，哎呦，不敢拖拉啊！这拖拉2节课都画不完，还敢拖拉？不敢拖拉。我讲课，我这个主要是，首先自己这个得画高兴了，对吧？自己也得画高兴了啊，才行。自己的画不高兴，那开这个课就没什么，就成了一种负担，完全就是为了挣钱，那就没意思了。其实还是和大家一样啊，兴趣先行啊，也是兴趣先行。我如果对这个东西没兴趣，你说我这3个小时多痛苦啊，是不是啊？往这一坐3个小时，我不得痛苦死了。完了，再还卖不出去几单，还买课的人还少，那图啥？你说图啥？是不是？首先是自己高兴了，画高兴了。你看干了之后就明显浅了一些了，但是差不多了啊，不要再画了，再画这个变数就有点多了啊，纸承受不了了，有一些。我们等着它这个，如果你觉得画的比较满意啊，你是可以拿去装裱一下，装裱之后啊，颜色会回来一些啊，它又会鲜亮一些。好，我们把这个树后面的这个树用赭石色，淡淡的赭石衬一下。画完之后，我们把这个白色啊给它衬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整体效果好不好？有的讲课广告啊，就是广告啊，对，因为我打广告的水平差，不是强项。
所以尽量呢就少打。这个树这一块啊，这个鹿这个脖子，你看看它是这样鼓出来，然后稍微又往里凹一点点啊，到这儿又鼓出来，又这样凹啊，所以这根墨线呢稍微往上提一提，把它的一个外轮廓啊给它凹得更漂亮一点啊，凹个造型出来。有些重的地方需要重的地方，我们稍微再加重一点吧。比如说这个树啊，树根底下啊，树根底下，那么有地方稍微加重一点，你就可以再皴擦一下啊。稍微加一加啊，包括这个上面这一块啊，先我们用淡墨啊，先把它画出来，否则一会儿染色之后又不好画了。谢谢大家啊，我很棒是不是？主要我也不喜欢广告，谁都不喜欢。我相信那些打广告的老师，他本身他自己他也不喜欢打广告的，不是说是，对吧？好，注意这个皴擦啊，皴擦排列的时候呢，如果排列比如说分布比较均匀的话，稍微再破一下啊，稍微破一下。淡墨啊，你就跟着一步步画啊，跟着一步步画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的课程啊有这个写意啊，有这种小写意的花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那么类似于这种动物画呢，可能因为涉及到一个造型能力的问题，所以呢会感觉会比较难一点啊。其实每一张画都是在夯实自己的基础啊，并不是说非得有一个特定的基础之后，你画一段时间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基础了，对吧？你说你画2、3个月，那么就有2、3个月的一个基础嘛。有时候啊，我们就是自己要给自己啊，不要灌输这种什么，非得一步一步这种，因为其实你又不懂这个画画，对吧？你不知道这个基础是啥，到底是什么是基础啊？那么其实真正的一个基础是啥？这素描是一切的这个什么造型艺术的基础，对吧？但是咱们国画其实，哎，没有素描基础也是可以的。古人哪有素描基础呢？古代哪有素描基础？谁学过素描？那宋代的那些名家，没有人学过素描，对不对？基础就是你的对于毛笔的这种熟悉程度啊，熟悉程度。抖音怎么分啊？这个在人家平台上我就不好说这些事儿啊，就不要问这样的。回头我剪片子就得剪半天。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搜索一下啊。
因为它这个还比较严格啊，对于这种话术各方面还比较严格。我经常有时候晚上剪好的片子传上去啊，第二天早上也不知道哪出现问题了，所以不敢，有些东西不敢说啊。过2天幼儿园就开学了啊，我家老大就上幼儿园去了，那么我还能腾出一点时间来。哎呀，不然这个作业啊堆在那儿，我每次打开看了，哎呦，今天我数了一下，都有100多张了，100多张作业等待我去点评。得赶紧把作业清一清啊！对呀，明天就正式开学，但幼儿园好像没那么早啊，幼儿园要晚一点。来，我们把这个树染一染啊，树呢就用赭石啊，赭石里边加一点藤黄进去，加一点点就行了，不加呢就用比较淡的这种赭石啊，特别浅的这种赭石，就让它黄一点啊。其实，这是个画家学，这是个小马甲啊，就是点一个粉丝牌，点一个粉丝牌就有了。好，我们来染一下树啊。染这个树的时候，你沿着它的这些皴擦的地方染啊，沿着皴擦的结构的地方染，不要染得太平啊，不要染得太平，把这种体积感给它染出来啊。比如这种结的地方啊，那就先染里边啊，对吧？先染里边。沿着这些笔的啊，这个层次，用笔的一个层次来染，是吧？亮的地方凸出来，那么它其实就是鼓起来的感觉啊，就有鼓起来的感觉。我们主要是染什么暗面啊，就是凹下去的地方，你先这么去染它。啊，先把那些地方留出来啊，留出来。你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啊，无论是染树啊，还是染其他的啊，包括染人物的时候，这种面部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养成这种习惯。你看老师就是养成这种习惯了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之前那个教大家画人物，画那个兔子那张啊。那个少女那一张，那个面部的染色，有一些同学不会染，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教大家染的，对不对？你养成这种习惯之后，以后画什么你都能染好啊，都知道怎么染了，明白吧？包括自己创作，你也会知道怎么染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规律了嘛，它就形成了一个规律了啊。那绘画与不绘画的这个人呢，他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他懂得绘画规律，明白吧？他掌握了这个绘画规律之后，他就会画画。所以呢，我们一定啊要养成这个先染色啊，有染色的一些规律，包括老师染这个鹿啊，之前画豹子、画老虎，在染色的时候啊，它的身体部分。那么我教大家染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规律来染的，对吧？按照它的结构规律，对吧？也是凸起的地方
哎，凹起来啊，凸起来的和凹进去的。所以一种绘画习惯非常重要啊。好的这种绘画习惯呢，从一开始如果就树立起来了啊，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一开始接触的是一些不好的绘画习惯，很难改啊，几乎很难改，有些就改不掉了，有些根本就改不掉了。因为染一遍与染两遍它是有差别的，对吧？它明显就会有颜色的这种深浅差别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那么我第一遍啊，我染的是这个深色的地方啊，那么第二遍我统一再染一遍，那么有些地方就是有2遍，有些地方就是有1遍，那么它的颜色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深浅变化，那么它就有了体积上的啊这种凸起。像这样的地方，我笔尖再顺一点水啊，蘸一点水，用这个水给它融合一块儿，那么它其实颜色也是满的，但是呢，它看起来又比旁边的要浅一些，就有了深浅变化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啊，先染深的地方，然后再来染浅的地方，包括这个也是啊，染一点，然后呢，笔尖蘸一点水。是吧？好，再回过上面来啊，回到上面来啊，不要怕麻烦啊。同学觉得染个色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个染个树还这么麻烦啊？笔尖再蓄点水嘛，笔尖蓄点水啊，它的颜色自然而然就浅一些了。浅一些之后，我们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啊，哎，给它涂上啊，补上，或者你可以等它干了之后，整体再染一遍。那么它也是有深浅变化的，明白吧？所以2种方式都可以。你养成习惯之后，以后你画什么你都会是这样去染色，那不就是等于说学会了嘛，对不对？就等于说学会了啊。谢谢大家啊。那么有新来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给老师加个关注，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边。每次上课之前呢，老师会把这个课程的案例啊和需要用到的工具啊发到群里边。好，比如这边啊，这留了很多亮面的地方，对吧？那么我笔尖蓄了一点水，那么我再染的这个颜色呢，它是比较浅一些的啊，它和之前第一遍染的颜色相比，它会浅一些。那么它同样也有深浅变化啊，也就有了深浅变化了。那么这张画呢，目前来看还不错啊，上方有一点湿。算了，不吹了啊。本来想拿吹风机吹一下。鹿角，觉得浅了是可以再染一下颜色的。身上的斑点这些白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白色再来染一下啊，可以用白色再染一下，也可以不染都可以。如果你想点这些斑点，千万别点过了啊！点过了呢，它是颜色就会，因为太白这个颜色它比较冷，
知道吧？太白这个颜色它给人感觉是比较冷的一种感觉，点太过它太假不自然。那么现在这个呢，它其实还比较自然，所以你可以选择性的稍微点一点，不要每一个点都点的特别的白啊，千万不要把每个点都点的特别白。来挤一点太白啊，可以染一点的，可以染一点点。用一支干净的毛笔啊。呀，我刚才那支干净的毛笔呢？啊，干净的毛笔啊和干净的水。水有点大了。你可以点一下啊，比如说有些地方我想让它白一点，对吧？这个后背这一块啊，可以点一点，点一点试一试。那么这一块其实已经是像熟宣一样的感觉了，它会基色在上面啊，它会基色在上面了这一块。因为我们刷了焦矾啊，所以这一块相当于成了是一块像熟宣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看它颜色积在上面了啊，它不往下吃这个纸呢它吃不进去了，所以只能等着它自己干。你看看还流淌了在上面，是吧？所以你不要点多了啊，不要点多了，不要点太厚，点一点就可以了啊。一个点有时候呢也要点出这种深浅。简单的点一下啊，简单的点一下。其实这一块啊，像嘴巴呀，肚子这一块，腹部这一块，这个可以用白色稍微染一染。啊，这一块可以染一下。那么现在看不出来啊，它其实装裱之后会有比较明显，所以稍微染一染啊，稍微染一下。染了白和没染白是有区别的。那么调了焦矾水没什么效果，矾要多一点啊，矾要多一点，焦呢不需要焦可以少一点呢，矾一定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主要这个白点呢是矾在起作用啊，是矾在起作用，所以矾你要调的浓一点，明白吧？因为正常的你买的这种焦矾水啊，它的比例呢是基本上是焦多矾少啊，焦多矾少。那么我们这个需要矾多啊，需要矾多一些，焦呢无所谓啊，多一点少点没关系，主要矾要多。就是它的一个目的性不一样啊，其实就是一个目的性不一样。
我们再把这个肚子的部分啊，还有尾巴那些地方啊，稍微染一下，好吧？简单的染一染啊，这一部分呢可以课下自己去染一下。啊，稍微染一染就可以了。招反水买哪一个链接？具体什么？招反水，就是有很多啊，从网上稍微搜一搜就有好多。你最好是买这种颗粒的啊，或者胶啊。眼眶染了啊，买这种颗粒的袋装的，单独分开的胶或者和矾，这样呢，你可以给它兑在一块儿，自己泡开自己使用。那么比如说天雅的那种啊，就有那种小袋装的，这么一小袋一小包，那种呢可能质量没那么好啊，但是便宜啊，基本上是1-2块吧，1-2块，很便宜啊，很便宜。那么我白色呢，我就先上面这只鹿啊，就先染这么多啊。我看看，有一些地方其实可以稍微再用白点呢，可以点厚一些啊。比如说这一块啊，这一块可以稍微点厚一些。啊，这一块现在不大明显，得稍微提厚一点点啊，稍微提厚一点。要小心一点啊！你看提的时候，现在有声了吧？小麦克又没电了啊！这个领夹的这个麦克风没电了又，今天忘充电了。可以把鹿角啊稍微再加深一点啊。鹿角我们用这个赭石色，稍微再加一加。这个声音是不是比那个小一点？好像要比那个小一点，对吧？小麦克累趴了，小麦克今天忘充电了啊！这个比刚才的大吗？感觉声音远了。这是一个戴了个耳机啊。好，快结束了啊！我们稍微把这些地方啊稍微修改一下啊，稍微再提一提。
那么这一张梅花鹿比之前课程案例的画的要精细许多啊，精细许多了。毕竟是花了6个小时啊，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了。这个声音好吗？那以后用这个吧，省得老忘记给它充电呢。好，这个没有杂音啊，是吗？嗨，这个还便宜啊，那个还贵，你看看。所以有时候不是越贵越好，对吧？好啊，那么这个梅花鹿呢，咱们就基本上就可以先画到这儿了啊。这个鼻子这一块墨色其实是可以稍微再重一点啊。鼻子这一块墨色，这个还行啊。下方这个是可以稍微再加重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像小狗一样啊，长得跟个小狗一样。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课啊，就是上的点哪啊？树要点胎，对，树要点胎，但是我这个没有干呢。你就先用墨点，墨点完了呢，用这个3滤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墨点完用3滤点一下即可。啊，先用像这样的呢，它其实就是类似有一点装饰的感觉了啊。先用墨点，因为我这个没有干啊，所以点出来有点阴啊，有点阴。小心一点啊，点的时候尽量等它干了之后啊再来点胎啊。尽量等它干了之后再点，好吧？这个稍微点一点就行了。它一个是点这个点胎的作用呢，它是为了更加凸显这个树的轮廓，对吧？和这个旁边的这个小远树啊进行一个区分啊，其实是这么一个目的嘛。啊，另外呢还能装饰一下，就是这么简单啊，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课啊，这个案例图呢是花了2节课的时间呢，那么这个呢需要大家课下呀仔细的再看一看回放，好吧？不要跟完课画完就完了啊，有的同学就跟课画完了也不看。先看一看啊，特别是老师怎么讲这个梅花鹿的结构的地方，怎么起形的啊，这是昨天那节课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拿炭条起形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步做对了，做准了啊，咱们这个画呢成功了一半，就成功一半，对吧？这2只鹿，它的一个怎么起形，把这个呢先找准啊，明白吧？一定要仔细的看啊。其实像画动物啊，最重要的呢，每一节课啊，你要把那个起形的那一部分呢，反复多看一看，体会一下。真正把这一块弄懂啊，弄懂了之后呢，以后啊在画的时候呢，就会
更懂一些啊，否则呢会稀里糊涂的啊，懵懵懂懂的这种感觉，对吧？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啊就到这儿啊，新来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头像加关注啊，或者呢点击老师的这个购物车1号链接，有这个课程的回放，好不好？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大家晚安，好梦，拜拜。